俄罗斯的导弹快要没有用了。就在5月16号凌晨，俄罗斯再度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起导弹袭击，剑指基辅防空系统。在这些来袭的导弹当中，包括6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9枚 Caliber 巡航导弹、3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但令人尴尬的是，这一大堆火力覆盖上去，居然只成功击伤了1套爱国者系统，其余导弹则被悉数击落。那么乌军究竟是怎么做到的？经过这一轮袭击后呢，是否代表着俄军的导弹空袭对乌克兰将不再是威胁？咱们接着往下看。在5月1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再度遭遇猛烈空袭，空袭警报持续响了3个多小时，这是基辅在本月遭遇的第8次空袭了。在这场异常猛烈的袭击中，俄罗斯共派出了9架无人机，发射了18枚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是一次大规模、多点、多方位、多层次、高强度的导弹袭击。显然，俄罗斯是为了报复前天5月14号俄罗斯4架飞机被同时击毁的灾难事件。乌克兰防空司令部表示，这些导弹分别来自北、南、东3个方向，包含了海陆空各型导弹共18枚，包括从米格 31K 战机上发射的6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从黑海的舰艇上发射的口径巡航导弹，以及3枚伊斯坎德尔 M。 原本的乌克兰呢，面对这些武器只能被动挨打，但随着北约防空系统的投入使用，基辅的末端拦截已经到了炉火纯青地步。如上图所示，俄罗斯号称几乎不可能被拦截的匕首导弹，就在垂直降落打击目标的过程中，被爱国者导弹在空中击个正着。显然，这种动能碰撞的杀伤方式，无疑是爱国者 PAC-3 出手了。而且呢，从社交媒体上流出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出，乌克兰的这处爱国者 PAC-3 防空导弹阵地遭到了俄军的导弹猛烈打击。乌克兰军队至少发射了30枚防空导弹。由之后坠落在基辅的导弹照片可以判别出，该弹呢为爱国者 PAC-3 的拦截弹。在全球首次实战中成功拦截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光环下，爱国者导弹再度打破纪录，竟然将来袭的所有匕首导弹全部拦截。最终在乌克兰士兵的努力下，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敌对目标，而自家呢仅仅是有1个爱国者系统受损。前几天大兵也做过一期爱国者是如何拦截匕首的过程，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在乌第一次拦截匕首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里面会有一些运气成分，但没想到1个礼拜还没过去，匕首就齐刷刷的被拦下来6枚。这下恐怕再挑剔的人也应该承认，乌克兰人确实有能力拦截它。俄罗斯发射再多这类导弹，也无法给乌克兰人带去实质性的伤害了。这也不得不让大兵感慨乌克兰强大的适应能力。遥想俄乌开战当天，乌克兰陆海空各军种在俄军的狂轰滥炸下遭受了严重损失，但苦于自己并没有先进防空系统，乌克兰显得十分无力。为此呢，北约也紧急为乌克兰提供了一批不同型号的便携式防空导弹，包括美国的毒刺、英国的星光、波兰雷霆以及法国西北风等。不过，随着战争进入到中后期，俄军对乌克兰的空袭逐渐转变到了以空地导弹和巡航导弹为主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北约成员国不顾俄罗斯强烈反对，开始向乌克兰陆续交付或者承诺提供防空系统。俄罗斯呢，也一度明确表示，如果某某某防空反导系统真的被交付给了乌克兰，将被视为俄军首要摧毁目标。不过呢，无论俄方的反应多么强烈，事实上，乌克兰军方正在和北约的不断支持下，一步步重建其国土防空体系。美国的 NASAMS 和德国的 IRIS-T 就是乌克兰收到的第一批防空系统。前者呢，是美国号称一套防空系统就能够守护白宫的防空利器，后者则是欧洲国家联合打造的新款防空武器。它可以进行360度无死角运作，足以应对各种类型的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巡航导弹和各种中小型无人机。在去年11月，它们也首次被用在拦截俄导弹的第一线。在这次轰炸中，俄方所发射的 KH-55、KH-101 都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最终呢，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在这次轰炸中，俄军发射的100多枚巡航导弹被乌克兰方面击落了73枚，拦截率达到了70%。其实，无论是 NASAMS 也好，还是 IRIS-T 也罢，都在这次防空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显然，在这第一次北约防空与俄导弹的正面对抗中，肯定可以是北约更胜一筹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呢，乌方这次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武器，这些地区的损失将会难以估量。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北约国家已经交付给乌克兰以及承诺提供的各型防空武器系统，主要包括了 SAMPT 中远程防空反导系统、NASAMS、IRIS-T、SLM、霍克和阿斯派德2000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响尾蛇和复仇者近程防空导弹系统、猎豹和 Skynex 型35毫米自行高炮。此外呢，斯洛伐克和波兰还分别向乌克兰提供了少量的 S300PMU 远程防空导弹系统和 W125SC 中程防空导弹系统。从这些型号组成来看，基本上已经为乌克兰构建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土防空反导体系的基础。在这种时候呢，乌军使用的大部分武器都并不能称得上是先进，比如霍克防空导弹已经属于退役型号了。北约国家呢，基本上都是从封存的库存中重新启用，翻新后交付给乌克兰。而阿斯派德2000响尾蛇防空导弹和猎豹自行高炮，虽然呢还有部分在服役，但大都呢也都到了临近退役的年份，所以这些老旧装备被转交给乌克兰，并不能给乌克兰防空带来质的变化，只能让乌军在实战中积累更多的经验。不过，至少这些防空系统的到来，让乌军防空部队不必再依赖自家残存的 S300PT-PS 防空营了。毕竟，以这款武器的数量和拦截率来讲，是很难为本国的各大重要城市，特别是基辅、利沃夫、敖德萨等提供完备的防空反导屏障的。对于俄军的中远程战术弹道导弹这种目标，更是几乎无能为力，更别说匕首导弹了。而随着爱国者系统的加入，则是让乌克兰防空能力再度提升了一个台阶。现如今，美国、德国、荷兰已经各自承诺援乌至少1套爱国者系统，乌克兰当前至少已经有2套爱国者到货了，分别是 PAC-2 和 PAC-3 两种型号。其中呢，爱国者 PAC-2 导弹拦截弹道导弹时呢，射程为20到30公里，拦截高度约15公里，战斗部采用破片近炸方式，而爱国者 PAC-3则主要是用于拦截中近程弹道导弹，最大拦截距离约30公里，高度约25公里，采用动能弹头直接撞击，两者均能拦截俄最强的匕首导弹。以上种种防空系统的到来，也为乌军撑起了一片空中保护伞。总的来看呢，能够将如此多的防空系统型号进行有效整合，同时又能够与现役的苏制防空系统进行有效的配合作战，可以说是乌军防空部队最值得称赞的地方。如果没有优秀的一体化防空指挥控制系统来统一进行协作和调度，即便是这些先进的防空系统到了乌克兰，面对俄军蓄势而来的空袭和远程打击，恐怕也将是无能为力。而除了乌军自身防空提升之外呢，大兵也发现了俄罗斯导弹的真实实力了。对于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几乎是每隔几天就来一次。而在乌克兰防空体系搭建完成之前呢，也有不少的俄军导弹突破乌克兰防空，落到了乌克兰领土上。但是奇怪的是，这些先进导弹却并没有打击到乌军的核心战斗力，这是为什么呢？首先，从伊斯坎德尔导弹的实际打击效果来看，其精准度压根儿没有俄罗斯吹嘘的那么厉害。很多伊斯坎德尔导弹的命中误差都达到了数十米，并不是每一枚俄军导弹都真的命中了标定的乌军目标的。对于这个问题啊，大兵认为俄军主要是输在战场的态势感知能力上。伊斯坎德尔的命中的大量目标都没有俄军以为的那样重要。俄军呢，在前期空有具备斩首能力的导弹，却找不到乌克兰军队的首脑到底在哪里。没有情报支持的导弹打击，就和寻常面杀伤轰炸没有本质区别，效果自然不佳。回到今天的战局本身，可以发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轰炸，尤其是在赫尔松地区的轰炸力度已经大大减弱了。这说明的是，在俄罗斯这次弹洗基辅不成后呢，俄罗斯也意识到，随着西方援助的防空、反炮兵、反导弹系统到位，俄罗斯的轰炸效果只会更加低下，炮弹、航弹浪费量将增大。而以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和制造速度来看，俄罗斯往后呢可能会收起自己所谓的尖端武器，转而去大量使用苏联时期留下来的庞大库存，和乌克兰打所谓的导弹消耗战。
例如最近呢，我们会发现俄军轰炸机所携带的主要武器变成了上世纪60年代服役的 Kh-22反舰导弹。该弹呢曾在2016年进行过一次升级，该导弹重5820公斤，仅弹头就重达950公斤。在俄军的袭击中呢，一枚 Kh-22能成功摧毁一栋9层高的大楼，威力堪称巨大，但其精准度却是硬伤。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动用的大部分导弹都是未经升级的 Kh-22，打击精度更加感人，根本不具备精确打击能力。这也并不能怪 Kh-22，这种导弹呢本就不是用来打击地面目标的。俄罗斯将其参与到了对乌打击中，无非是看中了导弹的庞大库存量。而且由于导弹性能不佳，俄罗斯呢必然会调整战术战法，准备用数量弥补质量。这样打呢，虽然不能高效地摧毁乌军作战能力，但会对乌克兰士兵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要知道 Kh-22的常规战斗部重量接近1吨了，爆炸威力是相当可观的。除了这款导弹之外呢，俄军最近还大量出动了 S-300导弹进行对地攻击。你要说反舰导弹用于陆攻还算正常，毕竟呢本来打的都是平面上的东西，但是防空导弹打地面就很奇怪了。原来俄罗斯的 S-300在研发之初呢就具备对地打击能力，只是以前隐藏在地空导弹的光环下，人们很少知道而已。不过 S-300的对地能力并不优秀。此前呢，在今年3月份，俄军空袭哈尔科夫时就使用了地面攻击模式的 S-300，但尴尬的是啊，在袭击后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哈尔科夫州州长表示，导弹袭击损坏了该市的一座房屋和2辆汽车。这种精准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火箭弹袭击呢。不过说到火箭弹啊，最近美国陆军太空与导弹防御司令丹尼尔·卡布勒中将在上周向参议院表示，美国在准备向乌交付铁穹防空系统，以抵御俄罗斯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呢，可以说是火箭弹的克星了，曾不止一次为以色列拦截了哈马斯火箭弹的袭击，拦截率高达91%。如果这款防空系统也能够进入到乌克兰，那么乌克兰防空体系将会成为一块铁板，俄罗斯导弹空袭的作用也将会越来越不成正比。大家认为以色列最终会同意援乌铁穹系统吗？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